4, 3, 2, 1, ignition, and liftoff. SpaceX。如果你呢刻仲係覺得 Elon Musk 係一個賣車嘅人，咁你就真係好低估呢個男人嘅野心啦。Tesla 只係冰山一角，Musk 背後嘅故事遠遠超越你嘅想像啊！喺間會議室裏面，全球最有創意嘅大佬都努力拯救啊！唔係，係徹底改變緊地球，仲有佢以外嘅世界。Elon Musk 的確有間公司叫無聊 The Boring Company， 雖然間公司名係無聊，但係內容一啲都唔無聊。大家好啊，歡迎嚟到今期嘅節目啊！今次我哋都仲係講火箭人，但係佢亦都係腦機人，仲會挖隧道挖到你屋企樓下嘅男人 Elon Musk。喂 Twitter 喎，而家叫 X 嘅咯，佢唔係就嚟要改造喺火星都發得 tweet 嘅啦咩X 我哋當然都會傾啦，我哋唔好急，飲啖水先，放鬆一陣，大家一齊準備進入 Elon Musk 嘅瘋狂世界啦！ But eventually you can transform Mars into an Earth-like planet. How would you do that? Million search results. Really? 76 million Twitter followers. You're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eople on Earth. Or the atom bomb. Those are the cards, and the rest of it's just. And if you go deep enough, you cannot detect the tunnel. Wait. This is the fast way is drop thermonuclear weapons over the poles. You're a super villain. I mean, my mind is a storm, and I don't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want to be me. They may think they want to be me,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當其他億萬富豪咧都打造緊佢哋嘅退休生活咧，但係 Elon Musk 咧就準備緊呢個地球嘅退場計劃喎。佢嘅目標唔單止係火星，仲有隧道、腦機，甚至乎你手上面嘅 tweet 啊。第啲人咧花幾十億咧先射到支火箭，但係 SpaceX 就話俾你聽，都係火箭啫嘛，收翻嚟再用咪得咯。我連火箭都玩二手經濟啊，真係諗都諗唔到。而家 SpaceX 搞到呢啲火箭咧好似坐 Uber 咁樣，送你上天，仲可以翻落嚟添。唔通 Elon Musk 同 NASA 開會嘅時候會話：你唔租我啲火箭會唔會覺得好冇面呢？好多人都淨係知道 SpaceX 係 Elon Musk 嘅太空公司，但係你可能唔知道佢做咗幾多令航天專家都跌破眼鏡嘅壯舉。Falcon 9嘅重複使用，以往火箭發射係用完即棄㗎，造價動輒都幾千萬美金。SpaceX 嘅最大亮點之一就係將火箭第一級收翻嚟再用啊！佢哋嘅 Falcon 9火箭可以喺海上面降落啦，呢個係以前航太思想裏面諗都唔敢諗嘅黑科技。咁最後佢降低發射成本啦，有可以重複使用嘅技術啦，一次太空任務嘅成本大幅下降，從原本幾億美金就壓到幾千萬，甚至乎更低。呢個對整個商業航天同科學研究都帶嚟咗革命性嘅改變㗎。火箭成功回收，簡直係一個瘋狂嘅創舉啊 ！SpaceX 除咗有火箭，仲有秘密武器，呢個就係 Starlink。截至目前 ，SpaceX 已經將超過5000顆衛星就射入咗近地軌道㗎啦，建設一個低延遲高速嘅全球衛星互聯網。呢個唔單止解決咗偏遠地區冇辦法入到 Internet 嘅問題啊，更加喺全球危機中發揮咗重要嘅作用喎。喺烏克蘭戰爭期間，Starlink 成為喺戰場上面不可或缺嘅通訊工具啊，保障咗緊急聯絡同信息傳遞嘅順暢啊！呢種技術唔單止改變日常生活啦，亦都改變咗我哋應對危機嘅方式。但 Starlink 嘅意義遠遠唔係咁樣噶。透過精密嘅低軌衛星同埋先進嘅 Phased Array 天線技術佢推動咗全球互聯網市場嘅競爭，亦都令到更加多人可以更低成本享受高品質嘅網絡服務。所以 Starlink 唔單止係科技嘅勝利，更加係對接世界嘅承諾。未來我哋真係可以期待一個真正無界嘅互聯世界。哇！睇到而家滿天都星鏈嘅畫面，再諗翻起當年Elon Musk 創立呢個 SpaceX 嘅時候一無所有嘅畫面真係形成咗強烈嘅對比啊！ He's focused, and he's playing entirely of his own volition. 如果你真係以為 Elon Musk 想整隻馬騮同你打 Mario Kart 你真係太睇小佢啦！ Neuralink 呢個聽起上嚟好似科幻小說嘅名字，究竟搞咩嘅呢？簡單啲嚟講，
佢就係將電腦直接駁住大腦。首先啦，植入裝置同埋機械人手術啦。Neuralink 嘅核心係一塊細細嘅晶片，包括咗超細嘅電極線啦，可以插入你腦嘅特定區域。植入過程咧由 AI 外科機械人執行噶，因為呢啲電極咧細到幾乎比頭髮仲細啊，需要非常精準咁避開血管啦，先至可以減少腦部損傷啦或者感染嘅風險噶。好啦，裝置一旦就位咧，就可以讀取大腦嘅電信號啦，並且有機會咧反向刺激呢個神經元。你可以想象佢係一座橋樑，將我哋嘅神經系統同呢個數碼世界連接起上嚟啊！未來有可能用意念就可以控制電腦游標噶啦，或者可以令到癱瘓患者重新獲得肢體活動能力，聽起上嚟好似超能力咁樣喎，係咪？當然啦，佢最出名嘅實驗就係咩呢？就係叫隻馬騮用腦打遊戲機啦。結果呢，佢真係可以操控到個指標喎。呢啲聽起上嚟好科幻，但係當影片一公開就嚇到大家目定口呆啦。Elon Musk 仲話將來唔止可以治療呢個阿茲海默症啦，或者係脊髓損傷，甚至可以攞嚟學語言啦、解讀情緒啦、直接落單外賣啦，甚至上傳機去雲端啊。雖然而家仲好遙遠，但係對 Elon Musk 嚟講，有邊個夢想係唔瘋狂嘅？諗下，以後叫個外賣，如果諗一諗，個腦就會自動幫你落單，仲要問埋你喂使唔使加辣啊？咁啊真係幾好喎。Elon Musk 真係諗得到，將個腦同電腦做無縫銜接，真係要幾誇有幾誇噶。其實會唔會發一夢就會學識英文呢？又或者會唔會可以喺個腦裏面同人哋 share 自己嘅記憶呢？然而Neuralink 亦都引發大規模嘅安全同倫理爭議嘅。如果晶片俾黑客入侵呢，會唔會令你嘅想法都被偷走呢？或者會唔會只係為少數富人先可以用呢？呢啲問題未有答案，但係至少可以肯定，佢將會喺醫療、科技甚至係社會結構上面帶嚟革命性嘅衝擊。從腦袋安裝晶片同跟電腦同類呢件事好似就離我哋越嚟越近啦。Elon Musk 自己都話要諗方法同 AI 串聯，否則我哋就會被佢淘汰噶啦。至於你係唔係願意當首批嘅白老鼠，就睇下你夠唔夠勇氣啦。當大家都覺得挖隧道係一件好無聊嘅事，所以 Elon Musk 索性改間公司做到 Boring Company。呢個可能係歷史上第一間公司用自己嘅名笑自己嘅企業嘅公司嚟嘅。呢個唔係地下車道嚟嘅咩？點解地下車道都要交 LED 燈咁高科技嘅呢？係咪真係科技以燈光為本呢？ LED 就係顛覆嘅靈魂，唔睇得都嚇得。有陣時我都懷疑呢啲公司係真係想改變世界啊，定係逗我哋開心一下嘅呢？ Elon Musk 其實之前都係 OpenAI 嘅共同創辦人嚟㗎，但係因為最後尾大家嘅理念有啲唔同呢，所以佢就退出咗 OpenAI， 到而家就成立咗佢自己嘅 XAI 啦。XAI 一個雖然比較低調，但係真係唔可以睇小嘅牌子啊！佢立志要理解宇宙嘅真實本質。Elon Musk 就喺2023年就成立呢間 XAI， 咁佢嘅主要核心產品就係 Grok， 係一個結合實時數據嘅聊天機械人嚟嘅。Grok 唔單止係一個聊天機械人，佢仲能夠處理128000個代幣嘅超長上下文。呢個就意味住佢有更加好嘅推理啦，同更加深入嘅對話能力。不過XAI 仲有好漫長嘅路要走，同 OpenAI 相比無論喺規模同定係市值都存在一個明顯差距嘅。但係 XAI 嘅野心或者會喺未來 AI 競爭中會佔有一席位。SolarCity 一個曾經領跑全美國太陽能市場嘅公司，喺2016年就被 Tesla 26億嘅美元收購咗，就成為咗 Tesla Energy 嘅一部分啦。好多人自從安裝咗 Tesla 嘅太陽能屋頂同 Powerwall 屋企嘅能源效率提高咗成50%嘅，亦都因為用咗 Powerwall你能源亦都可以更持續。如果大家住過外國就會好明白，其實停電係常常發生嘅，所以呢一類型嘅 Powerwall 同太陽能電板都係一個幾重要嘅裝置嚟㗎。Tesla 雖然喺呢個能源業務方面增長緩慢啦，但係未來呢個都可能係戰略重點嚟嘅。如果人工智慧啦輔助呢個能源管理可能就會徹底改變呢個能源行業㗎啦。自從 Elon Musk 接手咗 Twitter 呢個平台，就改名咗變做 X， 亦都迎嚟咗徹底嘅改革啊！從政策透明啦，到引入呢個 AI 工具Musk 都重新定義呢個社交媒體嘅玩法。Elon Musk
接手咗呢個 X 之後，真係叫做大刀闊斧啊！首先轉型嘅重點就去咗建立呢個訂閱服務模式啊，令到個平台咧唔再全部依賴廣告。雖然咧有啲部分嘅用戶就唔開心啦，流失咗啲客戶，但係咧如果咁樣咧可以創造價值咧，令到呢個 Twitter 嘅人咧喺裏面係深度互動咧，而唔係水分數據咧，可能咧其實長遠嚟講咧係對呢個 X 嘅平台咧係做得更加好噶啦。當然而家 X 咧其實漸漸就穩定咗落嚟，你都會見到 Elon Musk 嘅功力。咁究竟點解佢要將 Twitter 叫做 X 呢？咁佢就話啦 ，X 係一個未知數，代表無限可能。佢哋構建嘅唔係一個社交平台啊，而係全球通訊同金融嘅未來基礎。X 嘅變化唔單止改變咗用戶嘅體驗，仲引發咗全球言論自由啦同平台責任嘅熱烈嘅討論。未來啊 ，X 會成為一個更加大嘅生態系統嘅一部分，結合 Grok 同其他 AI 技術咧，創造咗前所未有嘅互動可能。咁究竟 X 會唔會係一個更加好嘅方式促進呢個創作者同用戶嘅互動，仲利用埋佢嘅 Grok AI 呢，去叫做收集數據咧，去提升呢個個性化嘅推薦呢？目前呢睇嚟應該都係可行嘅，不過呢可能要少少時間去再開發，所以應該我哋好快呢就見到 Elon Musk 會不停擴建呢個數據中心，令到呢資源呢唔會限制咗佢哋嘅創意啦。Elon Musk 認為地球係我哋嘅起點，但係絕對唔係我哋嘅終點。雖然聽起上嚟一個對白好似喺電影裏面先聽到，但係對於 Elon Musk 嚟講，呢啲係一個實實在在嘅計劃嚟嘅。Musk 咧就講過，地球資源有限，為咗人類嘅長期生存咧，佢希望咧可以成為多星球物種喎。咁即係點啊？咁啊即係意味就可以搬去第二度咯。火星聽起上嚟都係唔錯嘅選擇啊，起碼目前嚟講冇塞車先。不過上面就好似冇氧氣喎。佢遠景係令到地球全電動化，但係唔知道如果全世界都用 Tesla， 會唔會出現一個全球充電站大戰呢？關於未來創新方面咧，仲有一個叫做 Hyperloop 科幻性嘅幻想啊！如果話地球上面嘅交通方式已經見頂啦，咁樣 Hyperloop 咧就應該係人類重新定義速度同效率嘅未來工具啦。由 Musk 首次提出呢個概念呢，旨在咧令到列車咧更加接近音速嘅速度運行，完全革新咗長途旅行嘅方式啊 ！Hyperloop 嘅核心理念呢，就係消除空氣阻力同摩擦力，透過低壓嘅管道咧令你列車咧可以高速同高效咁運行。雖然咧而家仲處於早期嘅開發階段啊，但係佢話城市間交通咧提供一個極具潛力，例如 LA 去San Fran咧可能咧只需要喺30分鐘內就做到啦。當然啦，呢類創新咧都會面對好多挑戰嘅，例如基建成本啦、環境嘅影響啦，同埋技術嘅穩定性。但係 Hyperloop 嘅測試進度咧，的確咧係令我哋對未來咧充滿住期待㗎。如果有一日 Hyperloop 咧真係遍佈全球，咁你仲會唔會選擇搭飛機呢？未來係無限可能嘅，前提係我哋咁去諗。從星際嘅殖民啦，到地球能源轉型啦 ，Elon Musk 嘅遠景唔單止係一個夢想，仲係呢個科技同人類嘅精神嘅革命。咁樣唔知未來喺 Mars 會唔會有一個叫 Elon Musk City 呢？你又覺得呢？呢啲唔係科幻，而係未來。而呢個未來可能嚟得比我哋想象中仲要快。從地球到宇宙，從能源到智能 ，Elon Musk 嘅影響無處不在。Elon Musk 唔單止一個企業家，更加係具備全球視野一個變革者。佢嘅每一個企業，從 SpaceX 到 Neuralink，都充分咁體驗佢嘅核心理念嘅，解決目前人類面對最重要嘅問題。佢已經從呢個純粹嘅商業領域啦，再涉及到複雜嘅政治同社會議題。而家佢唔係一個企業家，佢更加似係一個現代版嘅政策建議者，偶爾咧仲會係成為呢個社交媒體上面嘅執法者。無論透過 X 引發嘅全球言論風暴啦，定係各個國家政府嘅談判清潔能源同太空計劃呢， Musk 已經唔係淨係改變行業，佢亦都影響住政策，甚至乎係國際嘅佈局㗎。Musk 對政策嘅參與程度咧，簡直咧係令人懷疑咧，佢係咪準備參加某一種嘅地球總統啊？可以想象一下，當一個企業家成為一個政策上面嘅建議者，甚至係一個批評者，呢個人發一個 tweet 就可能令到全球股市為之震盪，或者咧都令人要重新思考呢個言論自由嘅定義啦。We must protect free speech, and free speech only matters. It's only relevant when it's. 呢種影響力究竟係科技造福人類嘅巔峰，定係對現代民主嘅挑戰？
我哋每個人都見證一段嶄新嘅歷史。Musk 經常成為媒體話題嘅中心，但呢啲挑戰同爭議從來都冇阻礙佢嘅進取心㗎。相反咧，佢以極高嘅效率啦同強烈嘅願景咧，克服每一個障礙。無論你中唔中意佢嘅狂人性格啦，定係對佢嘅政治參與都有保留，毫無疑問咧，佢都係成為咗呢個時代裏面最緊要嘅變革者之一。Musk 已經改變咗我哋嘅今日，佢對明日嘅影響就更加深遠。佢嘅故事未完待續，而我哋正在見證歷史。亦都係因為 Musk 留俾世界嘅啟示，科技同政策唔再係兩個平衡嘅領域，而係緊密交織、彼此影響嘅。我哋期待下一個 Musk 咁嘅人繼續書寫未來嘅篇章。今日咧，我哋就結束咗 Elon Musk 飛 Tesla 事業嘅探索啦。但係呢個絕對唔係終點，未來究竟佢會繼續帶嚟咩嘢嘅驚喜呢？ Elon Musk 嘅創新旅程咧，就好似探索宇宙咁無邊無際。從地球能源變革啦，同殖民太空嘅夢想咧，佢唔單止改變咗科技嘅版圖喎，仲更加挑戰咗人類嘅想像力。然而啊，呢啲計劃能唔能夠實現呢，都需要時間嚟驗證㗎。未來啊，世界會因為 Elon Musk 所做出嚟嘅事情變得更好啊，定係迎嚟更多新嘅挑戰呢？如果你對 Elon Musk 嘅計劃有咩睇法，歡迎喺留言區留言啦！記得訂閱翻我哋嘅頻道啊，同埋開翻個鈴鈴，等我哋一齊探索更多改變世界嘅故事啦！